野史记载，第8号当铺能通天地鬼神，当铺掌柜更是凌驾于天地鬼神之上的神秘存在。掌柜，您真的要传位给一个残废吗？令系虽然眼盲腿残，但他的道行早已在我之上，离天道无情境只差一步。掌柜之位，只有传位于他，8号当铺才能登峰造极，旷古绝今。天道无情境，那可是只存在于上古的传说，从来没有人能达到的境界呀。令系，你眼盲腿残，境界难破，并非你天资所限，而是出生时3魂7魄被至亲强行取走2魄。1魄换来了沈氏家族的昌盛，1魄给了城南陆家嫡子续命。只有找回这2魄，体验世俗之情，你方能重见光明，行走如常，道果圆满。既天命如此，那我便去沈家走一趟。哎，这就是沈家自小就留在外的真千金呀，长得和夫人简直太像了。像又怎么样？还不是不受待见。要不是需要他替令仪小姐嫁给陆家少爷那个植物人，先生和太太怎么可能让他回来？请大小姐自己进门。这台阶那么高，这女人又瞎又瘸，怎么进门啊？胡说什么？都嫌命太长了是吗？大小姐，少爷说按照族里，久别归宗的后人需自己进门才能列上族谱。妈妈，我是你跟爸爸收养的，姐姐才是你们亲生的。姐姐回来了，你们会不会因为愧疚更偏爱她呀？怎么会呢？你是妈妈花了20年的心血浇灌出来的花朵，是任何人都替代不了的。爸爸妈妈自然是最爱你的，不然怎么会让令熙回来替你嫁呢？是啊，沈氏的资金周转出现问题，正需要陆家的帮忙，这门婚事不能反悔啊！姐，你在家里生活了20年，我一直把你当亲姐姐看待，就算那个瘸子山姑回来了，也不能仗着自己是亲生的欺负你。放心吧，姐，我就是怕她不识时务，特意让她自己上台阶进门，挫挫她的锐气，让她知道谁才是大小王。欺我腿疾，故意刁难。什么声音？后山滑坡了！快跑！等等，慌什么慌？这滑坡不会这么快停下来，这声音是从外面传来的。难道是那个臭瘸子搞的鬼？我去看看。
穷山恶水养出的疯癫货，竟然敢在沈家撒野，不就是让你自己走进门吗？你竟然把沈家大门撞倒了！狂妄无知的死瘸子，看我怎么收拾你！弟弟教训姐姐，以下犯上。你，臭瘸子，你对我做了什么？臭瘸子，你竟然敢暗算我！莫非这死瘸子在山里学了什么鬼域伎俩？不可能，真有这本事，还至于坐轮椅？说不定是从哪里学了点江湖戏路，装神弄鬼。沈灵溪，这是你干的！沈家欺我在先，我不过以彼之道还彼之身。姐姐，我知道你弃我代替了你的位置，可你也不能这样报复沈家呀。姐姐，你就再给我些时间，让我好好跟你道个歉，好吗？妈，疼！妈妈看看，这么多血道子，心疼死妈妈了。妈妈，不怪姐姐，我知道她讨厌我，只要能让姐姐出气，她打我骂我都行，我绝无怨言。下次需对自己再狠些，太假。我若出手，你还能活着站在这儿演戏？你，妈妈，我没有。先进屋。原来是他拿走了我的一缕红。沈家竟如此偏心，取走我的魂魄给一个养女。姐，妈，疼！我的头上爆炸了呀！疼！我身上有刀丝啊，哥！我的病姨，怎么会突然这样？病姨，你怎么样了？爸爸妈妈，我好多了。你对我做了什么？我只是拿回属于我的东西。12个时辰后，这一缕魂魄与我的元神本源完全相融，再无滞涩，我便能走路了。你们让我回归沈家，就是为了让我替你们的宝贝养女嫁给她不愿嫁的植物人吗？姐姐，陆家是海城首富，让你去嫁，那是爸妈心疼你，想让你去过好日子。你这样想，爸爸妈妈他们该有多伤心啊！既然嫁给陆家这般好，你为何不嫁？你妈，他不嫁就得我嫁了，这怎么行？你可是我们捧在手心里养大的宝贝，怎么能去遭那份罪呢？一个领养的遭不了的罪，就该我这个亲生的去遭。就因为我自小在山里长大的。我们不是这个意思，只是……行了，就算是遭罪，也遭不了多久。陆家已经传出消息，陆少爷活不过1个月。你如果嫁给陆家，凤西湖的楼王，价值1个亿的别墅，我给你当嫁妆。区区一套别墅，也想让我替嫁？张府街最繁华的地段，价值10个亿的商铺给你。10个亿的商铺都不行，土包子，你别不识好歹啊！我要现金。好，我给你10个亿现金。我要100亿现金。土包子，你知道你自己在说什么吗？100个亿，那首富家都要伤筋动骨，你以为我们沈氏是提款机吗？
姐姐，你就算是不能原谅我代替了你的位置，你也不能这样拿爸妈撒气啊！你知道100亿是什么概念吗？沈令熙，你在山里见过100亿吗？1个亿就够买你几10条命了，你别给脸不要脸啊！我希望你把话想清楚再说。哼，100个亿，那可是我们沈氏所有的流动资金。令熙，你怎么能由着性子胡来呢？漳州4大豪门愿付出一切代价，恳请第8号当铺出手，救我等于水火。多少千亿大佬为了求我，不惜奉上全部身家，我只要区100亿，就这么难吗？你以为你是什么东西？多少千亿大佬求你？我看啊，你是在山里待时间久了，瘴气吸多了，脑子熏坏了。是拿不出，还是不想拿呀？不如就让你的宝贝养女自己去嫁。爸，你快想想办法，他不去，难道真我去嫁？妈，你们不能放任我不管。好，我就给你100个亿。不过你嫁到陆家，要先跪拜祖宗，入沈氏族谱。腿疾无法跪拜。姐姐，拜祖宗入族谱，这是祖训。我扶你下轮椅吧，等他站起来我就松手，摔死这个死瘸子。哼！我这一拜，沈家祖宗怕是承受不起。看看，这说的是人话吗？这瘸子怕不是得了失心疯，真是不知天高地厚的晦气东西。令熙，当着祖宗，不要瞎说。真是笑话！我就不信他这一拜，这天还能塌了不成？外面的天倒是不会塌，塌的是沈家的天，你们须得想好了。一派胡言！你少在祖宗面前胡说八道，还用我跟你说几遍？快跪！我这一拜，无人能承受得起。我怎么这么难受？我感觉我喘不上气。我怎么反胃的厉害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肯定是这个死瘸子，这个死瘸子没入族谱，祖宗不接受他的跪拜，祖宗生气了，快把他名字写到族谱上，改日再跪拜。管家，管家，老爷，把大小姐带回房间。快啊！是。大小姐，这就是老爷太太给您安排的房间。房间脏乱闭塞，没有窗户，床和柜子之间距离过窄，过不了轮椅。进门时欺我腿疾，现在给我这间房，是欺我眼盲看不见吗？他怎么知道这房间不好？你且随我来。啊。
我要住这间。大小姐，这是令仪小姐的房间。姐姐，你回来了。我是应该把这个房间让给你的，但这房间是爸爸妈妈特意按照我喜欢的风格装修的，我换了地方睡不着，只能委屈你了。让？我是沈家嫡女，轮得到你一个养女让？管家，将阳台门卸下，门框拓宽2寸，门槛削平，床改制与轮椅等高。沈令熙，这是我的房间。姐姐，我都已经答应把房间让给你了，你为什么还要打我？姐姐，你不要打我的脸好不好？打红了爸爸妈妈会看到，会因为我们不和睦而感到伤心难过的。令仪，快起来！姐姐不原谅我，我就不起来。沈令熙，居然这样欺负令仪，还有没有把沈家放在眼里？令熙，你太过分了！给令仪道歉，回你自己的房间去。没事的，爸爸妈妈。姐姐在山里面吃了那么多苦，把房间让给她也没什么的。今日若不打你，都对不住你这张绿茶脸。沈令熙，你居然当着我和你妈的面打令仪，你还有没有教养？教养是给之礼义廉耻的人的，像他这种装纯撒谎的绿茶也配？死瘸子，敢这样顶撞爸爸，你死定了！令仪，别跟他一般见识，她用不了几天就要嫁给那个陆家的植物人了，她暂时待不了几天啊。可是令仪，她从小在山里长大，没有教养，我们不跟她一般见识啊。是啊，陆家最注重文化底蕴，而那个陆太太更是一林一带一派流。这样，明天我就请个围棋大师来教导你，好好准备准备，过2天嫁到陆家去。走，妈再给你收拾个更好的房间。死瘸子，我绝对不会放过你的。欺人太甚！竟然换了山里一个又瘸又瞎的残疾来替嫁。这是听说咱们景军快不行了，存心折辱我陆家呀！来人，备车去沈家，我倒要看看沈怀志这个老匹夫，他怎么给我解释！沈小姐，你目不能视，我已耐心的指点。你这般态度，罚你背念奇经100遍。即便眼盲，赢你也绰绰有余。让我拜你为师，不觉得可笑？你狂妄，见识浅薄，口气倒是不小。好，既然你自诩懂棋，可知100年前国际棋王郭长生留下的毕生残局，此局100年无人能破。你若解得开，我便拜你为师。这有何难？坐井观天，大言不惭呐！这天下无解的残局，你竟然轻而易举的就这么解开了！哎呀呀，沈小姐年纪轻轻，竟有这般棋艺，真是难得的天才呀！到
到底是山里来的土包子，把郑教授气成这样，茶杯都摔了。姐姐，爸妈让我告诉你，一会儿陆首富和陆太太会过来，让你准备见他们。郑教授，您消消气。姐姐自幼在山里长大，教养欠缺，一时半会儿教不好，您可以跟爸妈说。正好今天陆首富和陆太太也在，可以要他们帮你一起管教姐姐。陆家最重规矩和学问，等会儿在陆首富和陆太太面前丢了大人，后半辈子有你好受。沈小姐，沈小姐的棋艺，放眼整个大夏，哦，不，放眼国际棋坛也是无人能敌。郑翠远，愿拜沈小姐为师，请沈小姐教我棋道吧。郑教授，我不收徒。沈家人这般苛待沈小姐，定是不知沈小姐的棋艺已然登峰造极呀。我必须告诉陆太太，沈小姐一直解开了百年未解之残局呀。快12个时辰了，收回的一缕魂魄与元神本源即将完全相融，很快便可走路了。陆先生、陆太太，请用茶。陆先生、陆太太，不是我不想嫁，是姐姐听说陆家是海城首富，就要死要活的硬要嫁过去。就是这个死瞎子，一哭二闹三上吊，说除了陆少不嫁。一个山里来的残废，还想嫁进陆家，简直是白日做梦。陆太太，令熙是我们的亲生骨肉，从小在山里吃了太多的苦，她想嫁进陆家，过几天好日子。我们做父母的，除了答应她，还能怎么办呢？老婆，你怎么了？老婆，老婆，陆太太，你怎么了？你没事吧，陆太太？老婆，老婆。他这是触物引发的急症。我太太花粉过敏，这茶……老婆，老婆，快送医院！他现在命悬一线，你们若动他，他必死无疑。姐姐，就算陆太太她看不上你，你也不能这样咒她吧？到时候传出去，不得说咱们沈家浅薄无礼？死瞎子，你不说话，没人把你当哑巴。令熙，闭嘴，回你房间去。老婆，老婆，不好，陆太太抽搐了，快打120！怎么办？还有一魄在陆家，倘若陆太太殒命沈家，两家因此结仇，再想进陆家就难了。12个时辰到了。姐姐，你没瞎还能走路？难道
你是庄瘸，为了博取爸妈的同情，抢走更多的关爱。姐姐，你心机好深啊！区区眼疾腿疾，我自己便能医好。将这粒药给陆太太服下。这是什么？姐姐从小在山里长大，大字不识一箩筐，哪里懂什么救人治病呀？快住手！陆太太再是有个三长两短，我们沈家就完蛋了。这是害死沈家吗？还不快停下！婆婆，我夫人没有呼吸了。你这个杀人凶手！姐姐，就算你要出风头，也得挑个时候吧。贱人，你居然治死了陆太太！你难道要让我们整个沈家都给你陪葬吗？陆先生，这个孽障刚刚是自己找上门来的，他害死陆太太，该杀该剐，由你处置，这跟沈家没有关系。你走开！真的，陆先生，我们沈家从来就没有存过要害陆太太的心呢。贱蹄子，陆太太死在你手里，你就等着被陆家扒皮抽筋吧。你这条命也算是交代。敢杀我陆月婷的女人，来人！把这个不知道天高地厚的野丫头给我碎尸万段！一群废物，滚！沈怀之，她是你的亲生女儿，你不管吗？陆先生，逆女，捅了天大的娄子还不知悔改，还不跪下来给陆先生道歉？对啊，姐姐，赶紧给陆家磕头认罪吧，不然没有好下场。我救了陆太太，你们不谢，反而怪我。天底下哪有这样的道理？你们若是一味的胡搅蛮缠，休怪我对你们不客气。你这个孽障！一个不孝忤逆的混账东西！姐，作吧，接着做。这回我看谁能救得了你。是你救了我。老婆，你没事啊？我以为你们留下我一个人走了。你现在感觉怎么样啊？说来奇怪，不但之前的头晕胸闷症状没有了，整个人都觉得神清气爽了。以前老婆每次过敏都要专家会诊，可这丫头一颗药丸摁了2下就让她容光焕发，这沈家丫头到底是什么来路？陆太太，你确定现在身上没有不舒服的地方？我们刚才还以为你……我没事，你们这么紧张做什么？我刚才怎么了？哎，陆太太，我们大家并不知晓你对花粉过敏，所以让您误服了血液弹花茶，差点害死了你。幸亏小女略懂岐黄之术，救醒了您。哎呀，我们正在训斥她，别逞能，没想到真是让你转危为甘了。哎呀，是啊，老婆，沈家这丫头真懂医术啊！你看看她这腿，她自己治好了。小丫头虽然眼盲，医术了得。对呀，我们这也头一回才知道这丫头有这个本事。沈小姐从小在山里长大，难道师承世外高人？闲来无事翻翻医书，略懂。这丫头举止得体，落落大方，这心细我看着就喜欢。让她替嫁，没准
是冥冥之中自有天意。好孩子，陆家刚才那样对你，你却以德报怨，救了我的命。是陆家失礼了，你别往心里去。我们同意换家。这张卡不限额，随便刷，就当是我给儿媳妇的见面礼了。好，我现在就通知法务团队开启变更程序，将我陆氏集团信托的优先受益权即刻变更为沈小姐。凭什么？这是首富家族的世代传承，是世界上只有一张的至尊黑卡，据说能买下一个国家。陆太太，您真的给令熙了吗？陆氏家族信托的优先受益权，这意味着令熙会成为陆氏的第一顺位，每年能获得1000亿年金的受益人，而且这笔钱在独立运用之外，那是雷打不动，绝对有保障的收入啊！这是至尊黑卡，1000亿年金，凭什么？这些原本都是我的。郑教授，你是来找我爸妈告状的吧？郑教授，您是受邀来教沈大小姐围棋的？是的，陆太太。陆先生，陆太太，我爸妈知陆家的百年规矩，绝对容不下不通文墨、举止不规的人，特请郑教授来教姐姐下棋。沈令熙，你救了陆太太又怎么样？土包子终究是土包子，融不进上流社会的圈子。至尊黑卡和1000亿年金只能是我的。郑教授，陆太太可是我们围棋界的女泰斗，要不请她帮你指导姐姐下棋，如何？闭嘴！你姐姐从小在山上长大，对棋道一窍不通，这刚刚跟郑教授学了3招2式，怎敢在陆太太面前贻笑大方？你怎知我对下棋一窍不通？令熙，你一个瞎子会下什么棋？就别在陆先生和陆太太面前丢人现眼了。哎，沈大小姐虽然眼盲，但棋艺出神入化，非凡人能比呀。郑教授这反话说的，跟淬了毒似的，又狠又漂亮。妈妈，没准姐姐真的天赋异禀呢，就让陆太太赐教一二，如何？放肆！陆先生，陆太太，小女她少不更事，秦海涵。哎呀，老天保佑，吕太太并无大碍，还是早点回去休息吧。啊，感觉对于沈家来说，这亲生的就是个摆设，抱养的才是正经小姐。不管了，只要她能妙手回春，治好景俊，就是把整个陆家给她，我都愿意。那我们就先告辞。陆太太请留步，沈大小姐揭开了国际棋王郭长生100年前留下的残局呀！郑教授，你说什么？陆太太，请移步书房。姐姐，我不是存心让你在陆太太面前难堪的，我现在就把棋局给毁了。起开！你胆敢动下这盘棋子，我要你拿命来偿！灯下黑，灯下黑，活路就在眼皮子底下，却100年无人想到。沈小姐果然大惨。陆夫人，您是不是刚刚虚惊一场，神志还未清醒呀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山里来的土包子怎么可能有这么高深的造诣？令熙，这盘残局真的是你解开的吗？绝对不能让他再讨到陆太太半点欢心。正是，姐姐，沈家大小姐的身份我让给你了，陆家少奶奶的位置我也拱手送给你了，你还有什么不满足的？这残局明明是我下的，凡是我的东西你都要夺走是吗？你说这残局是你解的？
令仪，这残局真是你解开的？妈妈，你知道的，我苦学围棋10多年，姐姐一个乡下来的瞎子，怎么可能解得开这100年来没人解的残局啊？沈二小姐说的不道。沈大小姐，你怎么说？一派胡言！这残局分明是刚才我给沈大小姐讲课时，亲眼看着沈大小姐解开的。郑教授，姐姐答应嫁给陆家后给你多少好处，让你这样包庇她，你这样会毁了她的。你放肆！我郑存远乃华国围棋界公认的棋圣，清北大学的客座教授。岂是金钱和名利所能收买？你竟敢这样污蔑于我！令仪，这残局到底是谁解开的？爸爸，连你也不相信我。姐姐即使再上不了台面，她也还是你们亲生的。我即使是再优秀，也始终和你们隔着一层。姐，今天我就断指明志，我再也不下棋了。姐，令仪，你这是干嘛？你无义不孝！你这一回来就什么都跟你妹妹抢，这现在就差点害得她断指。我沈怀芷没有你这个不成器的女儿，有多远你给我滚多远！沈令熙，你拿什么跟我争？这是沈大小姐是怕被人识破，恼羞成怒了。太好了，以后我还是唯一的沈家千金，至尊黑卡和千亿年金都是我的了。你敢跟我比一局吗？来就来，我还会怕你一个山里来的瞎子不成？哎呀，没想到啊，还能有幸看到沈大小姐下棋，此生无憾了。你别以为你收买了郑教授就能浑水摸鱼，我告诉你，识相的话，现在跪下道歉。虚张声势，妹妹难道是不敢比吗？比就比，赢不了你个瞎子，我就把这棋盘吃了。不知死活的东西，我倒要看看你到底能撑几招。棋道以守为攻，这金角银边做的局，只有大威天龙能解，但大威天龙已经失传很久了。姐姐，跟我下到这一步，你已经非常了不起了。不过，你输了。大威天，幸亏从一个前辈那里偷学了大威天龙。不然还真被这个土包子打脸了。这是死棋，无解了，你认输吧。哎呀，这令仪才是真正的围棋天才呀！他这竟然会失传已久的大威天龙。沈令熙，你竟敢在陆太太面前班门弄斧，还不赶快陆先生、陆太太赔礼道歉？是啊，这棋的确是无解了。沈令熙，赶紧给陆家跪下道歉。这确实是盘死棋，无解了。姐姐也算是对围棋一知半解了，竟然让我花了37手才打败你，也怪我太过轻敌了。但不管怎么说，结果是改变不了的，你被我打得落花流水。哎呀，令仪呀，你可真是我们沈家的骄傲。我们这么多年没有白疼啊！沈令熙，
竟然敢和我对弈，真是皮肤汗数自不量力。姐姐，你说这齐王的残局是你解的，那就是你解的吧。不过你何必多此一举，非要跟我对弈，自取其辱呢？是吗？天圆地方，一子定乾坤。这怎么可能？这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？这怎么可能？所以现在你还敢说齐王临终所剩的残局是你解的？好妹妹，你要干什么？郑教授，如此欺师盗名之人，应该受到怎样的惩罚？若在前朝，剽窃他人智力成果的，都要处以情刑，再连上刺字儿，让全天下人都知道他是个小偷。情形？是你自己来，还是我帮你？你要还我的脸！妈，快救我！姐姐因为你跟爸对我的宠爱，她嫉妒她要报复我。林夕，住手！沈立夕，我看你敢！三姑，你疯了吗？林夕，快放开你妹妹！你妹妹已经把这么好的婚事都让给你了，你还要把她往绝路上逼吗？啊！你确定她是因为这桩婚事好才让与我的？够了！我相信令仪他不会说谎，你不过赢了他一盘棋而已。不过这也不能证明这个残局就是你解开的。令仪在围棋的造诣不比你差，哼，你只不过侥幸赢了一盘罢了。就是，你看你现在的样子，跟农村里的疯婆娘有什么区别？你难道就不怕我们沈家在陆家面前丢脸吗？你们也是打好了主意，相信这个养女，也不愿意相信和我这个有血缘关系的。沈令夕，就算是你解开的齐王留下的残局又怎样？只要我装出3分委屈，他们就会10分相信是你在欺负你干什么？你不是说无法证明残局不是他解的吗？这是我随手布的棋局。妹妹能解吗？这种简单的棋局解它浪费我时间。哎呀，沈大小姐布的这局难度比齐王留下的残局有过之而无不及呀。这局每一步都藏着后手，看似落子随意，实则环环相扣，齐王复生，害我甘拜下风。妹妹是不屑解还是不会解啊？瞎说什么呢？不知道从哪儿偷学的这棋局，你是不是自己解不开，想让我教你啊？沈大小姐大才，今日沈二小姐算是让我们见识到什么叫做颠倒黑白，恶不先告状。不是的妈，姐姐不知道对我做了什么，十指连心，我的手突然就特别疼，所以才没来得及落子的。够了，令仪好歹叫你一声姐姐，你又何必这样容不下她？我相信令仪，她不是那种人。就是，我姐可是知书达理的大家闺秀。所以在妈妈和弟弟眼里，在她和你们之间，我才是外人。血缘在你们眼里比不过她会装可怜。
绿溪，不是这样的。是不是这样？我已然看得很清楚，你们想要的从来都不是真相，而是他说什么你们就信什么。既如此，不如断亲，一别两宽。好啊，求之不得。沈令熙如此粗鄙不堪，可他毕竟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。他说出断亲时，我心里还是有些许酸涩。绿溪，别走！妈，我头有点晕。绿姨，你怎么了？怎么会突然头晕？沈令熙，赶紧走，你最好永远别回来。只要没有你，我就还是名正言顺的沈家大小姐，陆家的黑卡和1000亿年金也只能是我的。为什么我会觉得喘不上气来？这就是老掌柜说的世俗之情了。陆小姐，请留步。沈家不信你，是他们的损失。陆家视你为珍宝，你与我儿景俊婚约已定，你就是我陆家最尊贵的少奶奶。不如和我们回陆家。沈家有眼无珠，拿这个榆木当珍珠。我这就安排，明天的婚礼要大办，风风光光把沈小姐娶回家。不行，嫁进陆家的人只能是我。绿姨，你不是头晕吗？我是头晕，我是着急，妈。我就算是晕死过去，也要护住我们沈陆两家的婚约呀。沈氏还等着陆家急救呢。沈二小姐，请自重。这婚约是陆沈两家的事，姐姐如今要断绝和沈家的关系，难道陆家要娶一个无家可归的野丫头进门吗？陆家是海城首富，还需要靠联姻巩固地位吗？我们中意沈小姐，哪怕她是贫民窟与野狗抢食的孤儿，也是我陆家最尊贵的少女。可这婚约原本是我的。令仪，不得无礼。陆先生，陆太太，沈令熙本来就是我的女儿，我从没想过跟她要断亲。你真把她当亲生女儿了吗？那为什么要一味的偏袒养女？你们沈家视若草芥，可我们陆家求之不得。沈丽熙小姐，我们陆家娶定了。沈小姐，你可愿意跟我们回陆家？何其讽刺！陆家与我不过初见，都能给我3分暖意，而我的至亲骨肉把所有的好都给了养女。确实该去陆家收回另一坡了。好，我随你们去。老夫告辞。姐，你放心，你要结婚，我和爸妈给你抢回来就行了。放肆！陆家是我们能得罪得起的吗？你不是头晕吗？别太激动了啊！绿姨竟然推我，难道是我们从来就没看清过她，错怪了令熙？老不死的！对不起妈，我不是故意的。实在是姐姐她太优秀了，陆家的人都喜欢她，我怕她容不下我，你们未来有一天也会离开我。对不起妈，磕着哪了我给你揉揉，你打我骂我都行。是我多心了，绿姨是我亲手带大的，她没有那么深的城府。你别胡思乱想了，我们把你捧在手心里养了20年，早就把你当成亲生女儿了，怎么可能会离开你呢？走，妈带你去医院，看看你到底有没有事啊！沈令熙，你一个山里出来的贱蹄子，凭什么嫁进陆家的人只能是我？
沈小姐，这就是我儿子景俊。从明天起，他就是你的丈夫。这海内外的医生都说活不过1个月，您医术通神，您能救救他吗？沈小姐，你一定要救救我儿子。他这不是病入膏肓，而是被人下了噬心蛊。什么？噬心蛊？什么？噬心蛊？我就这么一个儿子，是谁这样蛇蝎心肠，居然给他下毒？老婆，你别急，你别急。沈小姐既然认识这是噬心蛊，就一定有蛊毒的解法。蛊虫噬心，其痛如绞。这蛊虫种在他身上，怕是有些年头了。这还有救吗？需用千年龙鳞做药引，煎制解药，明日便可醒来。若要彻底杀死蛊虫，还需7日。幸亏我另一魄在他身上护住他最后一丝心脉，不然他早就挂了。药材好找，可这千年龙鳞去哪儿找？我自有办法。沈小姐，只要能救活我儿子，陆家当家主母，今后由你来做。陆氏全族任凭沈小姐调遣。陆太太、陆先生，不必行此大礼，快请起。千年龙鳞8号当铺有，得回去走一趟。找到了。老掌柜说这龙鳞是1000年前的死档，终于派上用场，救醒陆少爷，便可收回另一魄了。幸亏医生说你没事，吓死妈妈了。早知道陆家出手这么阔绰，就不让灵犀回来替嫁了。妈，你也觉得姐姐不配嫁进陆家吗？那你会帮我把陆家少奶奶的位置抢过来的，对吧？陆家选中了灵犀，我也没办法呀。贱人，凭什么你能做陆家少奶奶？这贱人手里拿的是药，绝不能让这个贱人致醒陆少爷，否则少奶奶的位置就非他莫属了。停车！停车！丽姨，你要干什么？妈，我突然想起来有点事儿，你先回去吧。开车。沈灵犀，治好陆太太是你命好，瞎猫碰上死耗子，真当自己是滑头转世啊？敢给陆少爷配药，万一吃出个好歹来，你负得起这责吗？看来上次沈家之事尚未教会你什么是怕。既如此，我不介意在陆家地界上给你脸刺几个字。沈灵犀，你别太得意，陆少爷是陆家的命根子，你要是给他治出个好歹来，看陆家不把你生吞活剥了。你恐怕要失望了。你要干什么？我改主意了，给你脸上刺字多无趣，我要让你亲眼看着我成为陆家少奶奶，坐拥1000亿年金，成为海城所有人都仰望的存在，而你区区蝼蚁，只配被我踩在脚下。你这什么鬼东西，敢给陆少爷吃？又蠢又茶又菜，今日这巴掌是你自找。沈灵犀，我不会让你得逞的，明天的婚你一定结不成。喂，妈，刚才在医院，医生说有个穴位一扎必死，是哪个穴位来着？丽姨，你要做什么？没事，算了，我自己查。
林夕，一定要你不得好死！沈小姐，景俊他喝完了这药，明天就能睁开眼睛看看我吗？信我，你们且先出去。好。原本只知这陆家是海城首富，没想到竟然还和8号当铺有瓜葛。这残害陆景俊之人，不仅给他下了噬心蛊，竟然还典当了他的灵魂。也罢，念你父母舐犊情深，我便救你。皇皇天威，尊无赦令，三魂七魄，听我号令，荡消。老公，咱们陆家已经是海城首富了，论金钱论地位无人能及，怎么还有人敢给咱们的儿子下蛊？景俊是当年老爷的钦定的继承人，可是这二房一直不服啊。如今景俊无后，又凶多吉少，这陆家的财产要落到二房的头上了。你是说，是二房害的景俊？怎么突然变天了？爸妈，明天呢，就是我那堂哥大喜的日子了。一个短命鬼，活不了1个月，大方还张罗着给他娶媳妇冲喜呢，可笑。咱们做梦都想不到，我们已经把陆景俊的魂魄当给了8号当铺，并且是死当。等那短命鬼一咽气，整个陆家都是我们的囊中之物。到时候别说是江城，就是整个大夏都不得不认我们是数1数2的豪门。儿子，那将死之人都能找到媳妇儿冲喜，你这活蹦乱跳的都带不回来一个对象，这么大的家业，总不能没人继承吧？不行，我得赶紧找人给你好好张罗张罗。哎呀妈，你别瞎操心了，我有心仪的对象了。真的？哪家的千金？我也没看清他的长相，在酒店看到的。胡闹！下次再见，你还能认出来吗？当然，他的手臂上有一个心形的胎记，我一眼就能认出来。我有预感，很快我们就能再见了。今天是我们沈家的大日子啊！这个沈令熙，不管怎么说，也是我们沈家的血脉。只要婚礼完成，就有理由让陆家给咱们沈氏注入资金。哼，今天早点出门，别迟到。哎，令仪呢？令仪，你的脸怎么了？昨天我在陆家大门口遇到了姐姐，她说要给陆少爷配药治病，我就劝了她2句，不要逞能，万一出了岔子，我们整个沈家都得陪葬。我就说了她2句，她抬手就给了我1、2个。什么？他怎么敢呢？那么多国内外知名专家都说了啊，陆少他没有多长日子了，他这重启神医来了。他以为他是谁啊？他想死不要拉咱们沈家一起陪葬，都别愣着了，今天必须拦住他。走，跟我去陆家。好。
恭喜恭喜！好，谢谢李边请。陆老爷，恭喜恭喜，陆先生、陆太太，同喜同喜啊！哎呦，陆夫人今天可是春光满面呀，这终于娶儿媳妇了。你看这浑身上下都透着喜气儿啊！听说新娘子是沈家刚寻回的大小姐，能得到陆家的青睐，那必定是有过人之处啊！沈小姐确实超群非凡。里边请，里边请，好，里边请。哎呀，要来，欢迎里边请，里边请。哎呦，亲家呀，亲家，恭喜啊，恭喜陆总啊，恭喜陆夫人。来的都是客。哼，一个山里野丫头是翻山超群还是爬树超群？等会儿你们一定会亲口选我做陆家的少奶奶。站住！那陆少爷是将死之人，你还非要给他治病，万一有个闪失，我们沈家全都完了。1分钟后给陆少爷服药，不能有丝毫差池。好的，少奶奶。四山姑，你装什么神医？要是把沈家连累了，小爷我第一个不放过。哎呦，妈，我肚子有点疼。等等，我去给陆少爷喂药吧。这放心，我是新娘的妹妹。去拿条毛巾来。沈令熙，你是非要气死我吗？你死不死，与我何干？反了你了！这就是你在山里学来的教养，对亲生父亲出言不逊吗？我说的话从不说第二遍。我已与沈家断亲，我的教养如何，与沈家没有关系。你们若是专程过来教训我的，此处不欢迎你。站！刚刚跟我去陆家磕头为罪，就说你医术不精，臭显摆，陆少爷病你看不了，这是你和沈家唯一的出路，知道吗？走，给陆家道歉去。沈怀石，你在干什么？陆先生，陆太太，小女她年少无知，她竟然斗胆要给陆少爷看病，这万一有点差池，我们沈家可难辞其咎啊！哎，这样带着小女到你们家负荆请罪。对。沈小姐肯出手，是我儿的福气，跟你们有什么关系？令熙昨日与沈家断亲，今日她是我陆家明媒正娶的少奶奶，陆家的人轮不到你们沈家指手画脚。是，这个陆太太，这小女呢，她年轻气盛，跟父母置气，但是血脉至亲可不是一句话就能抹掉的呀。你不好了，少爷的医疗监护仪报警了。进去。少爷的医疗监护仪报警了。进去。救命啊！进去！进去！沈小姐，沈小姐，你快看进去，这是怎么了？
你完了。陆少爷刚喝了药，监护仪就报警了，是姐姐给陆少爷配的药，也是姐姐亲手熬的药，是姐姐，一定是姐姐要杀了陆少爷。你这个毒妇！灵犀要是治死了陆少爷，岂不是要被陆家碎尸万段？他怎么说也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。不，我不能允许这种事情发生。云姨，空口无凭，你怎么能往令熙身上泼脏水啊？我没有撒谎，姐姐刚回来那天，我亲耳听见姐姐说，只要嫁进陆家，就神不知鬼不觉的除掉陆少爷，到时候陆家的一切就都是他的了。我本来不想说的，但是我劝他2句，他就给了我2耳光。爸爸妈妈那天都看到了。没错，这沈灵溪一回来就打了令一巴掌，我和他妈亲眼所见。沈小姐，我只问你一遍，他们说的是真是假？若我说是有人蓄意陷害，你们信吗？哎呀，陆先生、陆太太，这陆少爷喝了姐姐配的药都要中毒死了，你们还不赶紧派人把沈灵溪给抓起来？局院长，您可是海城第一圣手，快给陆少爷看看。陆少爷气若游丝，最多也就撑个10几分钟，准备后事吧。老婆们，这可如何是好？哎呀，陆少爷可是陆家独子呢，这虽然之前医生说没得救，可至少还是个活人呀。白发人送黑发人，这陆少爷和陆太太以后怎么活呀？沈灵溪，还不赶紧给陆先生和陆太太磕头赔罪！你个逆女，我没有你这样心如蛇蝎的女儿，我沈家从此和你断绝关系。对，跟这个毒妇断绝关系。沈令溪，你就别白费力气了，你就在这等着吧，看陆家怎么处置你。陆家的一切都是我的了。我说过，在我面前，你不过区区蝼蚁。敢动我要救的人，我看你是活腻了。沈灵溪，沈灵溪，你治死陆少爷，你还要杀死你妹妹吗？你放开我姐！这是什么情况？他怎么自己给倒地了？我的脖子！不好了，少爷好像不对劲儿。儿子，你怎么了？这个钱还要挣得出，你别丢下妈呀！清泉，沈灵溪，你害得陆家家破人亡，你的良心不会痛吗？沈小姐，我们挖心挖肺的对你呀，你怎么能这样对我们呢？害他的人绝非是我，他现在命悬一线，能把他从鬼门关拉回来的人就只有我。迟半刻，你们便只能给他收尸了。陆先生、陆太太，你们可千万不能信他的话呀！她就是一个从山沟沟里出来的野丫头，大字儿不识几个，药方都看不懂。上次救了陆太太，那是走了狗屎运，怎么可能懂什么医术救人啊？陆先生，陆太太，小女令熙自幼长在山里，而且刚刚20岁，她怎么可能懂医术？屈院长医中圣手，他都说了陆少爷撑不过10分钟。如果你们任由令熙胡来的话，这陆少爷恐怕……少爷七窍出血了！少爷七窍出血了！啊！再耽搁片刻，他就真的没救了。阴阳有事，生死有价。8号当铺，开你生门！绝不能让这贱人得逞。他要是真把人救活，我就满盘皆输了。姐姐，3年前我就跟陆少私定终身了。你要抢走陆家少奶奶的位置，我管不了你。可是如果你要杀了陆少爷，就从我的尸体上踏过去。滚开！你神神叨叨的在干些什么呢？
锦俊哥哥他没气儿了。陆少爷没了！啊！儿子！沈离熙，你害死了锦俊哥哥，要给他偿命！莲姨，你胡说什么？事情还没有弄清楚。妈，这还不够清楚吗？就是他医死了锦俊哥哥。够啦！你们沈家，我一个都不会放过。尤其是你沈离熙，我让你碎尸万段。现在你们都给我出去滚！滚出去！出去！林夕，妈，你们先出去吧，放心，我能应对。你们要是想让他活下来，就别拦我。沈小姐，你的意思我儿子还有救？你刚才不是说吃完可就救不了了吗？这世上没人能救他，除了我。沈小姐，你说我的儿子真的还有救？我刚刚用了8号当铺的顶级秘法，护住了他最后一丝心脉。8号当铺，沈小姐竟是8号当铺的人。8号当铺讲究因果守恒，想要留住他的命，就必须付出代价。沈小姐，我陆家愿付出所有的代价，包括我的生命，救我的儿子。啊！沈小姐，我也一样，求沈小姐救救我儿子。陆太太、陆先生，快请起。阴阳有事，生死有价。8号当铺开你生门，今以我契，消儿死籍。过往因果一笔勾稽，契约立，典当成。沈小姐让他们斋戒3年，并要我陆家1半的财产，只有这2点吗？你们且先出去，再耽搁下去，他便真的没救了。好，我们这就出去，走。林夕，老公，你觉得沈小姐能救活咱儿子吗？陆家之所以能跻身海城首富，全靠当年8号当铺逆天改命。你等要终身以8号当铺之人为尊。爸！能，一定能。我这就通知律师清点咱们陆家海内外资产，务必将陆家资产的1半分毫不差奉上沈小姐。为表谢意，我把我陪嫁的那枚30克拉地色无瑕的稀世粉钻戒指，560克拉祖母绿项链，还有10幅张大千的真迹都送给沈小姐。管家，通知下去，只要沈小姐能救活少爷，我陆家上下200余口，皆以沈小姐为尊。是。
幸好我的一缕魂魄在你身上，替你叼住最后一口气，否则你此刻应该在奈何桥头饮孟婆汤了。这灵气怎么像决堤的洪水一样，全往山下冲？易元会，这是与天地同寿。新掌柜，是新掌柜，新掌柜突破了！新掌柜，是新掌柜，新掌柜突破了！那新掌柜岂不是已经突破了天道无情境？那可是只存在于上古的传说，从来没有人能达到的如此高的境界。快，马上通知3个救星，上下所有人立刻跟我下山迎接新掌柜。8号当铺。是。快点，今天是那短命鬼的婚礼，快迟到了。哎呀，爸，反正就是走个过场嘛，过不了几天又得参加那个短命鬼的葬礼，迟到迟到呗，有什么大不了的啊？真的，新掌柜突破最高境界，改命茶会要交给我们陆家操办。爸，这什么改命茶会啊？8号当铺新掌柜登临无上境界后，向世间举办一场逆天典礼。茶会一开，只要登入会场，都可以与新掌柜典当交易，生死可逆，贵贱可换，福祸可改。这是无数人穷极一生都求之不得的改命通天机会。陆夫人，陆老爷，你们别太伤心了，人死不能复生。虽然景俊哥哥不在了，以后我会替他照顾好你们的。住口！竟敢咒我儿子！我儿只是病重，你满口晦气，安的什么心？对不起，陆夫人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只是心疼你们，不想看你们这样难过。都怪沈令熙。是他自恃医术城强，医坏了景俊哥哥。他是杀人凶手，必须偿命。够了，令衣，她是你姐姐，难道你想把她往死路上逼吗？妈，你怎么还护着她呀？她得罪了陆家，你们全家人都要遭受牵连的。陆先生，陆太太，令熙救治景俊，本身也是一番好意，只是没想到会发生意外。我愿拿出我的全部嫁妆和珍宝，代替他向你们赔罪，请你们饶他一命。妈，那是要留给我的100亿嫁妆，你拿来用来救沈令熙那个杀人凶手。闭嘴！她是你姐姐，是我怀胎10月生的亲生女儿。妈，从小到大，你从来没有骂过我和打我。你现在为了那个贱人动手！令衣，对不起，妈妈刚才着急了，打到你了吧？对不起，疼不疼？别假惺惺的，我是一个养女，无论我怎么讨你们欢心，我都比不过你们自己的亲生女儿。你们对我的爱都是假的。沈令熙，是你害死了景俊哥哥，我要为景俊哥哥报仇！哎，行，
这边冲动！你疯了吗？她是你姐姐！他竟然护着我。妈，放开我！什么姐姐？是他杀死了景俊哥哥，他是杀人犯！陆先生、陆太太，你们快杀了沈令希，为景俊哥哥报仇啊！不，老公，令希是咱们的亲生女儿，你说句话呀！你疯了！沈令希谋害陆大少，你现在护着他，是不是要咱们沈家一起陪葬？陆老爷，陆太太，我教女无方，沈令希他任由二人处置。沈令希，陆月婷向来心狠手辣，你害死他儿子，今天必死无疑。沈小姐，景俊呐，沈小姐，救命大恩，陆家无耻难忘，恳请受我一拜。妈，沈小姐，这就是我陆家一半的身家，恳请您收下。陆老爷竟把半数家产都给了他，他不是害死了陆少爷吗？是啊，沈小姐，这是我的全部嫁妆，还请你孝纳。谢谢你救了景俊。按约定，我只收陆家一半财产，其余的拿回去。陆老爷、陆夫人，你们疯了吧？他是杀死景俊的凶手，你们给他送礼？放肆！沈小姐是我陆家的救命恩人，你再敢跟我胡说，小心我对你不客气。陆老爷，是他医死了景俊哥哥，齐院长都说没救了，你们不要再被他蒙蔽了。是谁说我的未婚妻医死了我？怎么可能？陆景俊，他怎么活过来了？景俊，你真的活了！陆大少爷明明断了气息，怎么又起死回生了？他明明死了，难道沈令希真的能有起死回生的本事？陆先生、陆太太，景俊死而复生，眼下是该查出谋害他的人。陆大少是被人谋害的，谁这么大胆？陆景俊险些毙命，是遭人潜入房间，用银针刺破人银穴所致。除了我之外，方才唯一进过陆景俊房间的人，只有你，沈令仪。不是我，明明是你自己医术不精，差点害死了景俊哥哥，你反过来栽赃陷害我。你若不认，便可找齐院长查验景俊人银穴是否有针孔，一看便知。齐院长，给我认真的查验，找出事情的真相。陆太太，沈小姐所言属实，陆大少人银穴确有黑针，此穴毙命啊！银针入穴，当即致命。这个人心太黑了。对了，昨日沈二小姐来过医院，还特意问过针灸致命穴位。我当时还告知她，人银穴插针，人可以死亡。我没有，是妈妈说她腰酸，想要针灸治疗，我就随口问了一句。不信，你们问妈妈。你们问我妈妈。喂，妈，刚才在医院，医生说有个穴位一扎必死，是哪个穴位来着？令仪，你要做什么？没事，算了，我自己查。令仪，这一切真的都是你做的吗？沈夫人，
沈令仪说的是真的吗？妈妈，我说话呀！是我腰酸，让令仪去帮我问针灸的事情，与他无关。沈夫人是从不撒谎，难道真是巧合？沈令熙，姐姐，你若是厌我，我可以走。可你为什么要害我，置我于死地呢？害你？那你袖口里的银针是什么？沈令仪，竟敢谋害我陆家继承人！来人，给我把他废去双手，送去警局！不，我是被冤枉的，爸爸，救我！三个，跟孽女谋害陆大少，你死有余辜！爸，你见死不救！你个孽畜，你竟然做出如此歹毒的事，你好意思叫我爸？陆老爷、陆夫人，从现在开始，沈令仪跟我沈家没有半毛钱关系，他的生死任由你们处置。抬手！快救我！沈令熙，你害我，我不会放过你们的！令熙，一个养女而已，他欺骗沈家，侵陆家，你还不给陆老爷磕头认罪？你跪下！陆先生，天下母亲皆有护子之心，我母亲是被沈令仪所蒙蔽，请您放过她。沈小姐，方才这沈家对你如此刻薄，你还替他们求情？我只为我母亲求情。方才沈令仪拿刀刺我，是她护着。至于沈家的其他人，与我无关。令熙，我可是你亲爹，你得管我呀！姐，我……沈令仪诬陷我依死陆景俊，沈先生早已说过，没我这个女儿。够了！看在沈小姐的面子上，我不追究你们包庇恶女，但是从今往后，我陆家和你沈家的生意一切来往，统统断绝。管家，送客。三位，请走。哎，陆老爷，陆老爷，送客。三位，快走，快走，快走。求求你，放过我，不要废了我的双手。敢谋害少爷，断你双手，是便宜你了。住手！真的是你？你是？陆玄之，我们在酒店大厅见过，那时候你在看书，还记得吗？是你，救救我！他们要断了我的双手。你们好大的胆子，竟敢对他动手！二少，这女的谋害大少爷，老爷吩咐废她双手，送进警局。二少，难道他就是传闻中陆家二房那位近2年在海城只手遮天、权势滔天的陆二少？我若是能攀上他，又何必再费尽心思去巴结陆景俊呢？陆二少，我没有，我是被姐姐陷害的。我相信你，我现在就送你去医院。站住！谁敢把人带走？二少，救我！谁敢把人带走？大伯，沈小姐身子娇贵，你对她用刑，是想闹出人命？他谋害你堂哥，我打死他都不为过。二少，我是被冤枉的。大伯，我堂哥本就是将死之人，沈小姐谋害他，有什么好处？我相信他的清白。今天我必须带他走。
是谁跟你说我是将死之人？你怎么好了？你不是中了噬心？全志，噬心蛊是当铺秘藏之物，陆家二少怎会知晓？混账！听听你说的是什么话？同族兄弟，你盼着他死吗？大哥，玄之没有这样的意思。景俊痊愈，我们都很高兴。但沈小姐是玄之的心尖人，怎么能棒打鸳鸯？我今天非要处置他！大伯，2日后8号当铺茶会，庆贺新掌柜突破天道无情境。此番盛世，筹办之权尽在我陆家之手。届时万人俯首，我们必定会成为新掌柜的心腹。您确定要为了这鸡毛蒜皮的小事和我们作对吗？8号当铺，陆家二房竟真有如此脸面，能为8号当铺置办专属宴席，这等殊荣，放眼整个大夏也没有第2家呀。可惜啊，这陆家长房大少，虽是奇才，却病重缠身，长房江河日下。如今2房攀上交情，长房再无翻身之日。陆老爷，陆大少本就命不久矣，沈令仪害他没有道理。令仪小姐为人纯善，定是被人恶意诬陷，才被构陷至此的。二少，心口好痛。好，我送你去医院。陆先生，能得到8号当铺亲眼相加，此乃天大的福分啊！日后陆家必定平步青云，飞黄腾达。小小礼物不成敬意，还请陆先生收下。日后家族往来，还请陆先生多多照拂。还有我，请您笑纳。不过一场小宴，便让你们这般趋炎附势，丑态百出。大胆！竟敢对8号当铺出言不敬！黄毛丫头，没见过世面，就打听打听8号当铺是何等的通天彻地！求你在这口出狂言！第8号当铺通阴阳，逆生死，万物皆可典当，掌柜更是隐士大能。哼，当铺茶会啊，多少权贵，就算是挤破头颅，散尽万贯家财，奉上稀世珍宝，都未必能进一步。就你这般，怕是连门槛都抓不着。是吗？可我若是不去，这茶会恐怕是办不成。你不到场，茶会办不了。沈小姐，你是做白日梦昏了头吧？怎么不干脆说自己就是8当铺的新掌柜？你猜的没错，我就是新掌柜。荒唐至极！你要是8号当铺的掌柜，我就是3界的玉皇大帝，执掌天地乾坤呐！大哥，你看你选的这门婚事，当众满口大话，丢尽我陆家的脸面。沈小姐是我陆家的贵人，谁若再对沈小姐半分不敬，我陆月亭今日就与她彻底断交。大哥，你可想清楚了，为了这个胡言乱语的女人断了关系，日后陆家靠当铺飞黄腾达，你们这只半分好处都别想着，别后悔呀！绝不后悔。管家，送客去蹲吧。对，请。哼。令仪，你总算是回来了，没事就好。你还有脸回来？你白天得罪了陆家，闯下大祸，
你想拖我们沈家跟你陪葬吗？爸妈，我回来是孝敬你们的。杨芷玉、唐三彩，这可都是稀世珍品呢、样样天价值。哎，对了，令爷，哪来的这些东西？都是陆二少送的，我现在已经是他的人了。今天这些还都只是见面礼，2日后茶会结束，他便会上门提亲。令仪，你是个名门闺秀，怎么能这样不自重？哎，妇人之仁，你懂什么？那可是二房掌权的陆贤之。哎，对了，这个茶会又是何时啊2日后，陆家为第8号当铺筹办私宴茶会，新任掌柜亲临，只要拍下茶会入场券便可入席。无论是想长生续命，还是荣华富贵，皆可典当交换。海城豪门挤破了头都想进。好女儿，务必请陆少带我们去参加啊！带上沈家不难，可我加入陆家要风风光光的。牌面若是不够，我在陆家没有底气，更帮不了沈家。爸给你备100个亿彩礼，配豪车豪宅，绝对够排场。100个亿在陆二少眼里连零头都不算，陪嫁最少200个亿。这现在沈家全部流动资金不过50亿，我必须变卖所有核心资产才能凑够100亿。你这是要抽走我们沈家的根基啊！只有我嫁进了陆家，沈家才能保命翻身，否则仅凭我们得罪陆家那件事，沈家留不住半个月。令仪，妈，你们要是不同意，那我就跟陆二少说作罢。别，我就是200亿嫁妆了，爸爸就是砸锅卖铁也给凑齐。马上变卖所有核心股票，快速变现。老公，不能卖股票，变卖核心股票会毁掉整个公司的，咱们沈家就完了。行了，你懂什么？只要能入得了这个茶会，新掌柜典当交换，那泼天的富贵那是唾手可得。你一个破公司算什么？啊，快啊，越快越好，3天。成了。功法已成，2破已回，是时候向陆家辞行了。景君，明天的拍卖会上，茶话会入场券，务必不惜一切代价，务必拿下。好。谁敢如此大胆，拍卖茶会的名额，简直不要命！沈小姐，我听见你说茶会名额拍卖，我很好奇，谁这么大胆，敢拿这个牟利？茶话会是在陆家楼，幕后那老板不是很清楚。这茶会那么大排场，我倒想去看看。好啊，那明天让景俊跟你一起去。我倒要看看是谁在假借8号当铺之名大肆敛财。8号当铺私宴茶会入场券，起拍！我出千年人参一对，外加深海夜明珠，再加传世玉雕3件，我要典当受命，为我家母续命10年。我出100年沉香，黄金万两，让我起死回生，让我妻儿回到身边。我出半座矿山，再加3处地产，只求与掌柜交易，权倾一方，执掌海城。我要这里！我要二少，
这第8号当铺真的有这么神奇吗？不过是一张茶会的门票，竟引得这些平时高高在上的豪门家主拿出全部身家奇珍，疯魔成这般模样。那是自然。想当年，我父亲就是典当了10年阳寿，才换来如今陆家2房蒸蒸日上，压过大房。在8号当铺的机缘面前，别说是这些奇珍异宝了，就是让他们倾家荡产付出一切，他们也心甘情愿。如若我见到8号掌柜，岂不是也可典当实现心愿？荣华富贵尊贵身份全都唾手可得。哈哈哈！周先生，拍卖会刚开始1个时辰，市价争夺激烈，这些顶尖珍宝我全都给您送过来了。办的还行，照旧28分，我8成，你们陆家2成，分毫不能差。全靠周先生的提携，若非当年您赐下噬心骨，我根本除不了大房，掌不了陆家的权。这份恩情，我记一辈子。这些珍宝和后期的收益，我全部孝敬给您，只求明日茶会，您能引荐我见见掌柜。掌柜也是你能随便见的，亵渎天颜，你能担待得起？不敢，是我僭越了，盼望周先生恕罪。陆先生，对不住了，今日拍卖会您进不去。陆家楼本来就是我陆家的祖产，是由长房一直守护的基业，凭什么不让我进？陆先生，别往自己脸上贴金了啊！陆家楼是陆家的不假，可早就不是你这个落魄长房的了。二爷有令，往后陆家楼长房与狗不得入内，半步都不准踏进来。你放肆！若我们今天非要进来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动手！沈小姐，老队，我来保护你。你到底用了什么妖法？不必多问。今日这陆家楼藏着我要的东西，拦我者死。不知死活，给我弄死他！诸位稍等，拍卖继续，我去处理。堂哥，你可知今日场内的皆是贵客，竟敢在此撒野？不管什么人，都别想拦我。姐姐，在这里你竟然还敢大言不惭，现在磕头求饶还来得及，否则如何？否则就是找死！妖怪啊，快跑啊！二少，怎么样？没事吧？腿好痛啊！姐姐，你疯了吧？二少的背后可是有第8号当铺的大人物罩着的，你敢伤他？你想死吗？哦，第8号当铺的大人，怎么知道怕了？识相的话就赶紧自断一臂给二少爷赔罪，否则大人物饶不了你。我不管8号当铺有多厉害，你3番5次的挑衅，前2次被你侥幸逃脱，今日主动作证，就休怪我无情。你想干什么？家主，外面有人闹事，triệu罪！敢在陆家楼闹事，简直是活腻了。家主，那女子为妖法，再厉害的妖法，在8号当铺面前，那都是小儿科。高人，你下去处理。是，师父。带路，我倒要看看是谁
敢在8号当铺罩着的地盘闹事，哼！这边去。就这点本事，连我一招都接不住，不堪一击的废物！不可能！你怎么能反噬我的术法？不过是偷袭得手，也敢猖狂，真当旁门左道能破得了我8号当铺的正统术法？赵师傅，他用妖术废了阿少的腿，你一定要为阿少做主。8号当铺护着的人，你也敢动？找死！今日便让你领教8号当铺玄金锁灵咒的厉害。先废你修为，再锁你灵脉，让你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！沈令熙，要你这个贱人屡次害我，今日我就要你死无全尸！收，周小姐。哎呀，堂哥，你找来的这个妖女，现在自身都难保，咱俩的账，先算算吧，啊！陆行之，这件事跟沈小姐无关，放了沈小姐。有什么事儿冲我来。就算放了她，你也别想逃，给我废了她的双腿！你怎么一点事都没有？这可是我8号当铺秘传的玄金锁灵咒，专锁灵脉修为，你怎么轻易放弃，还毫发无伤？你只学了咒法的皮毛，却不懂咒法的真意。锁链空有其形，却无锁魂之威。操控生疏，力道涣散，也配成为8号当铺的顶级术法。妖女，竟敢侮辱我8号当铺！今日我便教要你碎尸万段！这怎么回事？你到底是谁？连我全力催动的阵法，你都能轻易瓦解？你不是口口声声说这是8号当铺的真传秘法吗？今日我便让你开开眼，让你见识一下什么才是真正的玄金锁灵咒。你到底是谁？怎么会我们当铺的秘法？妖怪啊！快跑！你别过来！你别过来！别过来！你没资格知道我是谁，不想死就说实话。今日这拍卖会是谁办的？你敢伤我，当铺是不会放过你的！当铺不会做如此敛财之事，别撒谎。是我师父，我师父是当铺大魔宗的脊髓，他代表的就是当铺。大朝定亲随，你敢得罪我师父，即必死无疑！我倒要看看他能奈我何。身为当铺之人，不守当铺正道，以权谋私，你不配拥有修为。贱人，你敢废我修为，我师父和当铺是不会放过你的。他不我，第8号当铺的人他都敢惹！爸，你快带朱先生下来啊！我就去带来这个妖女，她废了朱先生徒弟的修为，你快来！什么？跟你说了多少遍了，遇事要淡定，就这点小事就大惊小怪，就这心性，还想求见大掌柜，简直徒增教育。周先生，这不是小事，玄之来报，有个女人打断了您徒弟的修为。废人，连个女人都对付不了。周先生，玄之还说，这个女人不仅出手狠，还会你们当铺的独门秘法。会点皮毛又如何？我乃当铺大朝奉的亲孙，他再能耐，能压得过我？啊！
可玄之说他会玄金锁灵咒，还能招来雷电。你说什么？他还能招来雷电？千真万确，玄之纪年所见，绝不敢撒谎。玄金锁灵咒雷电诀，这等秘法，唯有老掌柜的修为才能勉强引动天雷。这女人是什么来头？大长风，您的修为冠绝当铺，老掌柜怎能把掌柜之位传给一个女残废？属下实在为你不平。老掌柜的决断，岂容你这下属妄议？属下不敢，属下只是心疼你的本事，白白屈居人下。不必多言。沈令熙早已修成了掐指招天雷的本事，他的修为远胜老掌柜。他做当铺的新掌柜，我心服口服啊。周先生，您怎么了？周先生，难道那个女人就是沈令熙，就是当铺新任掌柜？周先生，快陪我下去。师傅，师傅，周先生，周先生，是我，那个贱人废了我的修为，你也替我做主啊，师傅。周先生，那个妖女，她用妖术伤我，求周先生务必杀了她。放肆！周先生定会替你讨还公道。何止是讨回公道，要让他不得好死！他刚才差点杀了玄之哥哥。够了！人在哪儿？在那儿。人呢？人呢？这不可能啊！刚才在这里呢。一定是因为他怕周先生，听说您要来就赶紧跑了。对，肯定是。一定是我猜错了，惹来的真是掌柜。他知道我借用茶会敛财的事，一定早上来处置我了，怎么可能会逃？看来是我多虑了。师傅，我的腿被他废了，我没法再练术法了。师傅，你得替我做主啊，师傅！师傅，连个女人也对付不了。她叫什么名字？他叫沈令熙。他叫沈令熙啊！他叫沈令熙。都别说话。大长风，有何吩咐？该死的，早不来晚不来，偏偏这个时候来电话。等电话打完，沈令熙都不知道跑哪去了。沈小姐，咱们已经出来了，他们也没有追过来，咱们不用走这么着急吧？谁跟你说我走得快，是因为怕他们追？赶紧开车回陆家，陆老爷出事了。什么？10分钟之内赶不回去，你今晚就得为你父亲守灵了。妈，爸这是怎么了？金君，你可回来了！刚才你小叔带着一群人闯进来，逼你父亲交出陆家掌家印，你父亲不肯，他们就硬抢，把你爸推下了楼梯。什么？沈小姐，我求你救救我老公！陆老先生待我不薄，我会救他。没事的嘛，一定可以的。沈小姐，沈小姐，我老公怎么样了？暂时稳住了。当铺讲究因果守恒，我给他续了10年的命，就得有人做交换，他才能彻底苏醒。沈小姐，用我的阳寿吧。不，妈，沈小姐，用我的阳寿，我命本来就薄，这些年一直都靠父亲撑着，用我的来还，是时候该还了。你不能胡闹，用妈的。不，妈，用我的。需要，明日茶会我会让牵扯因果的人来还。
明天茶会让陆贤之务必出席。周先生，您说的是真的？掌柜点名要见玄之，掌柜竟然愿意接近我们，我们一定要抓紧这个机会，和新掌柜做交换，让那个打我的女人和陆景君死无葬身之地。若非我在掌柜面前美颜，你们哪有这个机会？多谢周先生的提携。这是我陆家的传家宝，请您务必收下。掌柜怎么会突然知道陆玄之这个人？银行卡到账200亿。令爷，怎么了？没事，骚扰电话。当初陆老爷查我害陆景俊，你们撇清关系比谁都快，如今还想蹭我的茶会，你们也配？熊孩子，快接！挂了。再打。接，快接！令姨怎么不接电话？不会拿钱跑了吧？胡说什么？我们养他这么大，他敢？估计手机没信号，他一定安排好了。走，直接去就行。走。现在没有请柬不让进，睁开你们的狗眼，看看我是谁。我女婿陆贤之，那是陆家2房继承人。看他们拦我的！放肆！沈小姐从未听过你们，赶紧滚，别让闹事儿！你们，老公，咱们快回去吧，别丢人了。回什么回？这是我砸了全部身家换来的机会。这林毅一定是内江人，我必须去找他。沈小姐，这2位看起来像是你的父母，要出门处理一下。他们自己识人不清，自食恶果，与我无关。这沈小姐和陆二少可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啊！令姨，令姨，乖女儿，这保安不让我们进。爸妈呀，这愣着干！该死，偏偏这个时候来搅局。你父母怎么闹到这儿来了？宣之，我没敢告诉你，我是沈家的养女，他们常年苛待我，知道我现在跟着你，就逼着我要带他们来攀关系，还威胁我说要毁了我的名声。你说什么呢，令姨？放肆！8号当铺的茶会，也是你们这种小门小户能闯的。放心，今天由我给你做主，让他们向你道歉。误会，我们不是来闹事的啊！这沈令姨，我给了他200亿的嫁妆，我们才来到这个。哎，女儿，赶快解释啊！爸，你早就把我赶出沈家，断绝关系了，我早就和沈家再无瓜葛了，你能不能放过我吧？求求你们了！说什么？2万亿我陆家都不放在眼里，你说我的女人会骗你200亿？可笑！给我打！别打了！令姨，他是你爸呀！我们从小疼你如珠如宝，你不能这么狠心啊！你们那是苛待，我早就不是沈家的了，他们活该，打断他们的手！别打了，你们动手！住手！沈令熙，你还敢来？连带着他，给我一起往死里打！你。
怎么办，二少？废话，滚！怕什么？周先生和我爸还在后面呢。有种别跑。没事吧？没事，爸妈错了。对不起，爸，对不起。我是来救我妈的，不是你。敢在我的茶会闹事，今日你们谁也别想离开。我今天一定要带他们走。新掌柜的茶会岂能容你们说来就来，说走就走？你昨日坏我徒儿修为，今日你们一行人自断双手，我便放你们离开。我拒绝你。放肆！周先生是第8号当铺大朝奉的亲随，你个贱人也敢顶撞？周先生，恳请废了他的手筋脚筋，给他教训。令姨，我们养你多年，你竟如此歹毒！别假惺惺的，你们不过是把我当成走失沈令熙的替代品，他一直羞辱我，今天我要让他加倍奉还，你们我一个也不会放过。去眠，道歉。做梦！我就是死也不会给你们这些人道歉。既然你想死，那我就成全你。周先生，二少救我！周先生，大胆，敢在我面前行凶，找死！沈小姐，令熙，令熙！哈哈哈哈哈！我以为他有多厉害，敢跟8号党作对，不过一招便无反抗之力，真是不堪一击。令姨，令姨，你救救周先生，救救你姐姐！他一直想害我出丑，想让我救他，绝无可能。既然你一直要护着他，想赔就陪他一起死吧。周先生，妖怪！大朝奉，这些人跟见了鬼一样，到底出什么事儿了？我好像听到里面有龙吟声。走，进去看看。大胆妖女，敢毁我玄铁令牌！今日我便启动当铺追杀令，取你性命！周先生，快杀了他，不要放过这个贱人！住手！大朝奉，您可算来了！这妖女伤我，毁我当铺之宝，快出手杀了她！你刚才叫她什么？妖女！大朝奉，她会妖法，能召唤金龙。大朝奉，这妖女她会用邪法伤人，还在新掌柜的茶会上行凶，求您做主严惩啊！你们说，手下被废是他所为？正是，当铺人都来了，你还不赶紧下跪求饶？就算你磕头，周先生也还是会断了你双手，废了你这妖法。沈令熙，你死定了！你打错人了，用妖法的是这个贱人。放肆！竟敢辱骂我们掌柜，找死！
拜见掌柜。我家副将来迟，周月生以下犯上，是我们的失职。掌柜，他竟然是当铺的新掌柜，我早该想到，唯有新掌柜能仗天雷惊龙。怎么可能？他是掌柜，绝对弄错了，绝对不可能。周月生本是当铺旧人，竟敢以下犯上，拉出去制裁！不要，掌柜，饶我性命！我知错了，饶我性命！掌柜，饶命啊！掌柜，掌柜的，剩下这些人该如何处置？无关之人尽数放走。至于陆家，留着。史小姐开恩，放过我们！都是这个沈令仪，他蒙蔽了我们，就让放了我们吧。没错，都怪这个贱人，都怪他，才害得我们得罪了掌柜。不要打我！我知道错了，姐姐，救我！现在才知道你是沈家女儿，晚了。掌柜，我是景俊的小叔，你就看在景俊小叔的份上，然后就放过我们啊！景俊，你就帮小叔救救沈小姐吧！啊！昨天晚上你私闯老宅，把我父亲从楼上推下来，若不是有沈小姐，我父亲早就没命。陆家的罪责我不会追究，但我给陆老先生10年的阳寿，需有人典当偿还。谢掌柜开恩，我愿意替我大哥还10年阳寿。你恰好只剩10年寿命，因果债已了，回去准备后事吧。什么？爸，掌柜的饶你性命，以算开恩，再敢纠缠，绝不留情！带走，走，走！拜见掌柜，恭贺掌柜突破天道无情境。诸天气荡荡，无道日兴隆。玄门8号当铺，掌阴阳交易，守公道人心，当以济世扬善为本。门下若有借号作恶、破坏门规者，本座必严惩不贷，绝不轻饶。是。叶信，沈先生直呼我全名就好，这般亲近我不习惯。你歇，跟妈回沈家，妈妈一定好好补偿你。我自幼失两魄，无七情六欲，如今凡尘因果已了，你们就当我从未出现过那10几年里吧。林夕，我有眼无珠，偏爱养女，辜负亲生女儿，我罪该万死。陆少爷，我与陆家缘分已尽，多谢陆老爷往日维护，他日若有需要，可来找我。沈小姐天人之姿，我本就是凡夫俗子，从此山高水远，天地辽阔，愿你山河无扰，自在归真。